朋友们好，我是石头。这几天发的视频啊，我看到有很多热心的观众在留言，他们说啊，这么破破烂烂的一栋木房子，干嘛不推倒重建？与其这样子去改造，耗费很多人力、物力、财力，推倒重建可能会更简单一些。确实啊，我们刚来的时候也想过要去推倒重建，但实际情况是不行的。如果推倒重建了之后啊，这边是不能够再建房子了。所以我们只能在原有的基础之上进行加固、维修、改善。今天早早的呢，又到城里面拉了10多包水泥。我们整个外墙呢需要粉刷，大概面积啊有160多个平方左右。师傅们呢都在忙着，待会儿我就带大家一起去看一下。这栋房子啊是坐东朝西，到了下午啊太阳是比较晒的。所以呢，我们是买了一块遮阳网，直接盖在大门口的这块区域，可以挡住一些强烈的太阳光。要不然，下午在这边做木工啊，眼睛是很累的。现在已经是中午的时间，太阳呢是刚好晒到我们的晒壁之上，刚好是在大门口的这块区域。如果到下午啊，快收工的时候，基本上可以晒到房子的正中间了。这边的窗户啊，都已经做好了铝合金的框架，等装修完成，最后我们再来装玻璃。这块遮阳网买的是6米乘以8米的，刚好是可以盖住大门口的这块区域。这栋房子啊，我们远远的看过去啊，就像2层楼的。之前我们刚来的时候，这是1层楼的木房，整个楼层高度啊，将近有4米左右。现在呢，整个楼层高度啊，将近就有7米左右了，高出了许多。整个2楼呢，我们都是给它整体升高了。然后呢，2楼的房间啊，也是很好用的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师傅的身高呢，将近是1.7米左右。距离屋顶呢还有好几十公分，楼梯的过道我们是坐在厨房那边，然后从厨房的顶上走到2楼的走廊，走廊的整体尺寸高度呢是2.2米，房子里面呢最高的位置达到了3米多，最低的呢也达到了2.67米左右。这是一个斜面的屋顶。其实这栋房子的院坝是没有多宽的。我们是刚来的时候就在这边砌好了挡土墙，做好了一些基础的工作。院坝的区域呢，最后在装修完这栋木房子啊，我们要给它打上一个混凝土，这样子呢，以后车子呢是可以开到院坝去的。而且这边的马路呢也挺宽，将近是有5米左右，这边也是可以停车的，连着我们的院坝。也就变成了个整体。那我们从这边走到房子的背后去看一下，后面的墙面呢已经是粉刷好了，整体看一下效果究竟如何啊？这一大堆沙子啊，都用了1大半了。这算是闹中取静的一栋房子，靠近邻居呢，将近有50米左右。算是独门独院，还是非常安静的。在农村里面呢，家家户户啊都有单独的小院，也不用担心啊别人过来打扰自己的生活。这背后呢，我们是再砍掉了一些杂草，这样子更宽一些。后期要给它全部清理干净。整个外墙啊都已经粉刷好了。这个外墙啊，我们准备还要做一个外墙的装饰，具体的材料啊，目前还没有定。现在只是粉刷好了水泥砂浆，然后呢，外面要不然就贴瓷砖，要不然呢，可能就会直接刷外墙油漆。不知道朋友们啊，你们有一些好的想法吗？欢迎在评论区里面给我留言。如果比较好的，我都会去采纳。虽然
我是很少有时间去回复大家的一些留言，但是呢，基本上你们的留言我都看得到，只要一有时间，我都会去回复大家。现在呢，2个泥工师傅是对内墙进行粉刷。看这背后的整个楼层呢，也将近达到了4.5米、5米左右，也是挺高的。屋檐滴水呢，以外都是邻居家的老宅基地的。后面这个排水沟呢，我们准备是做一个硬化，所有的水呢，让它自己往低处流就可以了。这边厨房啊，我们就不从背后开窗户了，整个一面墙啊都没有窗户的。虽然这是一栋旧房子啊，但实际上改造的过程当中啊，确实用到了很多材料，相当于啊重建了一样的。这一大堆木板需要清一段时间了，清好两边，再开好公母榫，然后就可以组装。这边的木匠师傅啊，在做这些领子，两边都要取好水面。这些领子啊，大家还记得吧？之前我们是搭建木梯，还有我们在装模，全部都用过了。现在呢，又反复的给它利用起来。所以啊，改造房子、装修房子有很多小细节，早早的把这些材料买到场地，然后呢，像这些领子啊，反复的利用，发挥它最大的一个价值。这面墙啊也是粉刷好了，当然这边的砖墙我们就不粉刷了。这边后期呢要用木板来做墙面，包括那个位置没有粉刷的，也是用木板来做墙面。清理这些领子啊，首先弹好墨线，然后呢用斧头给它砍出一个大概的水平面，然后呢再用电推刨给它推平。其实这么久啊，每天看着师傅他们做工，我都大概懂了一些。改造一栋房子，各方面的一个工种呢都需要。像我们啊，泥工、木工，还有水电工，还有瓦工，基本上都有。还有我们策划的，所以说整个团队呢，我们每做一些事情都是大家这样子一起去商量完成。改造房子啊，千万不能马虎，如果没有一个好的规划，没有一个好的团队，会踩到很多坑的。就像我的朋友李俊他们之前改造的房子也是如此。我看评论区很多朋友说啊，他们没有经验，吃过很多亏，上过很多当，确实也是如此啊。之前我们在做工的时候啊，也有很多问题，比如说这个位置啊，这样子改掉了之后，但是后续呢又会发现不行，慢慢的又会去调整。所以啊，最开始的时候一定要想好怎么去做，大概主体的一个方案一定要明确下来。改造这栋房子它的用途究竟是什么，对不对啊？像我们这栋房子啊，刚开始来的时候，我们就决定了，在1楼呢要做3到4个房间，2楼呢要做2个房间。那整个我们的改造啊，都是围绕着这几个房间去进行，要合理的安排卫生间在哪里，厨房在哪里，公共的区域在哪里，把这些主体的位置给划分好。那改造起来呢，就是得心应手，对不对啊？剩下的就是一些小细节的处理了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我们整个砖墙呢，最底部是不粉刷的，留了很多通风的排气孔。装木板的时候呢，底下必须要留这样的排气孔，这样子木板呢，它才不会容易受潮腐烂。这边啊是上午粉刷好的，现在是用搓板这样子给它搓一遍。这边啊也快干了，马上也要进行给它用搓板搓了。
又快到吃午饭的时间了，看看今天我们炒什么菜。锅里面炒的是猪肝和青椒，差不多可以出锅了。虽然外面开着太阳，但是房子里面挺凉快的，还吹着风。这段时间啊，依然是没有下雨。现在就是公用的卫生间，给内部做一个粉刷。之前已经预买好了水管，包括底下的排污管，全部都已经做好了。而且呢，地面我们是专门回填了一些碎瓦片。这边粉刷做好了之后啊，马上要进行一个地面的硬化，打上混凝土。后期呢，地面和墙面都要贴瓷砖的。看看今天我们吃的什么菜，依然是4菜1汤。刚刚炒好的猪肝，这边是青椒炒肉，红烧冬瓜，这边是凉拌黄瓜，这里呢是丝瓜汤。每天差不多都是这样子吧。那现在叫师傅们吃饭。休息啊，吃中饭上。我们每天啊都是在这边吃饭。这里呢也是以后我们整栋房子的厨房，挺宽的，将近有6到70个平方左右。当然，整个灶台啊现在还没有做规划，以后呢，灶台估计会往后面留，前面呢留更多的空间，进行吃饭啊，还有一些活动的场所，比如说朋友过来了，人比较多，我们可以在前面这边吃饭，更靠近江边，边吃饭啊，边可以欣赏江边的风景。基本上这些师傅每一餐都是1碗饭。今天小胖是没什么食欲，少吃一点。其实啊，在这边做工，大家也都挺开心的。好了，朋友们，那这期的视频啊，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。我是石头，喜欢的请记得点个订阅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